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火的老车。讲真的，能把一部剧拍得没头没脑没演技，连带着情节和人设都跟着出戏，这绝对是一种本事。就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玉骨遥，当然有很多人对这剧女主的选角以及肖战本人的看法都非常激进，有抵触讨厌的，也有喜欢的不行的。不过这些吧都不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而且我本人也非常讨厌饭圈那套玩意儿。既然呢咱们今天是来心平气和看电视剧的，那就应该就事论事，以作品的本身去衡量剧的好坏，而不是去纠结演员。虽然说我也不怎么看好国产奇幻剧啊，但这玩意儿你确实不能怪老车，因为国内弄这种类型的剧，说白了它就是不争气，我想爱它也爱不起来。当然这里面仙剑和水月洞天除外啊，至于原因呢，咱们留到结尾的时候再说。现在咱们先说这部剧。应该这么说，从您看到我视频的这一刻开始，你闭着眼睛往前推10年，只要是奇幻类型的国产剧，个顶个都少不了这4大要素，那就是恋爱、配音、特效差、小说改编。不信你就找吧，要是有一个能缺了这4要素中其中的一个，你在评论区里刷屏骂我，我都给你置顶。真的，你要说图整事用配音吧，我也认了；写不出来剧本都拿小说改编吧，我也忍了。哪怕就是剧组没钱、特效差，这都无所谓。可是你拍个奇幻剧，为啥个个都必须得拿恋爱当主旋律呢？反正咱也不知道咋的，这国产奇幻剧就好像离了全程谈恋爱就会死似的。当然咱们这回说的玉骨遥呢，也不能免俗，都一个德行。而且这回还比他们之前多了一个元素，那就是故事背景莫名其妙。这不，剧中说天地诞生的时候，在一个叫什么云荒的大陆上，突然出现了3个强大的部族势力，一个是空桑，一个是鲛人族，还有一个是冰族。其中这空桑国的能耐最大，最后统一了整个世界。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冒出来个破坏神虚瑶，用意念控制住了空桑的皇帝，并且还在空桑国内的6个王族势力之间相互挑拨内斗，蛊惑鲛人族和冰族举兵反叛，目的就是为了覆灭整个空桑王朝。这些呢就是剧中交代的整个故事背景了，真的多一句话都没有。如果说没看过小说的朋友，你直接看这剧，光故事背景你都看不明白。就比如说空桑的王为什么要覆灭自己的国家，哪儿冒出来的破坏神，剧中一点没说。当然有的人会说，小说里云荒大陆的世界观很完整，地图种族前因后果都交代得很清楚，看过小说的都知道。对，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例如小说中就说了，6个王族都是异族的后裔，而空桑初代的皇帝朗轩就是异族人，异族人的寿命都特别长，所以才能活到几千年之后和男主较量。至于破坏神，天地创始之初就有了，一个破坏的，一个创造的，他们互为兄妹，小说里也都有交代。但反过来呢，你要想明白一点，咱们看的是剧，不是小说。像作者之所以把静小说分成好几波来写，就是因为世界观太庞大了，一部剧你根本拍不下。说白了，如果观众不把静系列小说补完，压根就不可能了解此剧具体的人物关系和背景故事，因为作者是先在静系列小说里完成了世界观，然后才写的朱颜，也就是玉骨遥的原著。那你说这剧连故事背景都没交代明白呢，就直接把前传拿出来拍，如果不看小说的话，你告诉我这剧路人谁能看得懂吧？更何况这种作者天马行空想象的奇幻剧是最吃设定和世界观的。就像西游记，你不把孙悟空被压五指山之前的事说明白，然后直接从唐僧取经的时候开始说，你告诉我你能看明白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是咋回事吗？当然有的朋友会说，我就想拿它当一个奇幻爱情剧看，不管故事背景行不行啊？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奈何这剧的剧情实在是让我难以下咽，不仅情节套路化严重，而且很多影响剧情走向的地方你根本都没办法自圆其说。首先呢，咱们先说它套路化的事儿。这不，剧中因为空桑的现任皇帝宠爱鲛人族的妃子，所以一直冷落后宫里的皇后，连带着身为嫡出的太子也跟着不受待见。而女主身为6皇族里面赤足的郡主，这天在宫中不小心冲撞了这位鲛人族的妃子，结果正好就被身为太子的男主给看见了，然后就把这鲛人族的妃子给怼了。可没想到这鲛人族的妃子呢也不甘示弱，自己设了一个局，把太子引进了自己的寝宫，然后拔出太子的佩剑自杀了。也就是说，把自己和腹中胎儿的死栽赃到了男主的身上，以此呢来离间皇帝和太子的关系，使空桑国加速灭亡。就是未曾想到世子竟下此毒手。真的，就这段戏咱先不说这演员演的怎么样啊，总之这剧情确实是把我给逗笑了。就这你要不说是拍电视剧，我还以为是拍短视频段子呢。我这里有个不成熟的小疑问，想问问这位大聪明的娘娘啊，
你说你咋就知道这太子会带着佩剑来呢？还有你怎么预判到太子会在夺了你手中的剑之后，会跟个二傻子一样似的拿着剑杵在那儿一动不动等着你陷害呢？又像庆余年里的范闲似的直接把武器飞出去呢？或者说太子碍于男女之别，半夜不去你寝宫，而是让皇后来处理宫女的事儿，你怎么解决呀？反正我是没看过谁家快成年的皇子大半夜跑去自己小妈的卧室里去伸张正义的。说白了，这大聪明的娘娘所设的局根本就是一个她无法掌控的现场。当然我不知道原著是怎么写的啊，但是从这段剧情来说，如果作者没这么写，那就是编剧和导演的锅。至于剧本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么写好写，写作门槛极低。可以这么说，市面上80%的网络小白文都是这套路。你想想，读者在下面催着更新，赶稿赶工没办法，他就得这么编。行话呢也叫做剧情推着角色走，也就是说先固定好情节，角色只要按照自己的预判和情节设定往下演就可以了，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环境和人物的随机性。这样，如果大伙还是不太明白的话，我就给大伙举俩例子。比如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被太上老君用炼丹炉炼这段，如果按照此剧的调性，孙悟空根本就不可能弄出什么火眼金睛，也不可能推翻八卦炉大闹天宫去，因为太上老君在对付孙悟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预判到孙悟空在炉子里会练出神功，也不会预判到后面的大闹天宫。如果他要预判到的话，他也不会没事闲了搁那累得嘶哈的烤猴玩啊。同样仙剑也一样，李逍遥一开始登岛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救自己婶婶求得灵药，他并不会预判到姥姥会逼着他与赵灵儿拜堂，而李逍遥此时也别无选择，救人的药就放在眼前，你不拜堂去别的地方也找不着灵药，拖的时间长了你婶婶就凉了，这是李逍遥此时没办法的办法。更何况李逍遥初期本来就比较好色，这是环境和人物性格所决定的。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老车你可别鸡蛋里头挑骨头了，第一集有点小瑕疵也不影响后面的剧情。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应该这么说，鲛人娘娘的死是前期影响剧情走向的关键情节。你想想，如果娘娘不死，男主他妈祖传的3D 打印技术你能看着吗？他妈也不会在现场给大家做一道炭烤牛舌呀。而男主呢，也不会因为他妈给大伙做了一道炭烤牛舌就急得当场吃狗公啊。怪我，去死吧！都怪我，去死吧！其实同理，在《西游记》中也是一样，不推翻八卦炉，何来的大闹天宫？何来的被压五指山？李逍遥不拜堂，何来的媳妇儿和灵药？说白了，这都是影响剧情走向的关键情节，你能说不重要吗？而且咱说句稍微跑题一点的话，鲛人族往宫里送的这位娘娘，族人怎么就知道她一定能得宠？剧中也没表现出这位娘娘有什么过人的技能啊？咋的，是像赵飞燕那样会跳掌上舞啊，还是像杨玉环那样会保养啊？而且这皇帝昏庸也昏庸的莫名其妙。你说他是像明神宗那样从小就被首辅张居正压制着，最后直接摆烂，还是像纣王那样被女娲派去的妲己施法迷惑，你都不知道。可以说他这里面推动剧情的人物人设你根本就无从知晓。网上还有人说什么鲛人娘娘的死是为了给自己的族人报仇，离间白族和空桑的关系，加速空桑王朝的灭亡。老实讲，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咋的，皇子就石影一个呀？石宇是干啥吃的？汉武帝废了太子也没说后继无人呢。而且就算离间了空桑与白族的关系，其他族做了皇后咋的就能善待鲛人了？你这计谋本身也没对时局造成什么重大影响啊。还说什么石影是预言之子，你咋就能断定你死后皇帝一定处死石影呢？人家要是就把他给贬为庶民了，你不就白死了吗？说白了，编剧还是在用固定剧情推动人物。而且最扯淡的还不是这些，你说这男主他妈当着皇帝的面昏君也骂了，本来也活不成了，为啥就不直接宫廷政变呢？有大司命替你出头，你怕什么？说白了，这大司命连星象都能改变，还收拾不了一个昏君呢？然后非要等到培养男主一个小孩来给他母亲复仇，你不有病吗？原著中你的老祖宗白威都敢自己出兵和初代皇帝朗宣干，你怕的是啥？当着这么老些人的面说他是昏君你都不怕，你要说你胆小谁信呢？而且你就算不是君，这家伙九一山个个都会消除记忆，这技能咋不用到皇帝的身上呢？说白了，直接把负面情绪消除了不就得了？小说里石宇他妈都能给皇帝下毒，你消除记忆有那么难吗？再说了，人家别人都知道与兵族联合，你咋不联合兵族杀进宫里夺了那鸟位呢？这家伙整个皇子嫡女好像谁都能随便害一下似的。真的，如果太子和嫡女都成高危职业了，那大伙还抢着位置干啥？说白了，这前期逻辑就已经崩成这样了，你告诉我后面的剧情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况且这里面男女主演的也不咋地，不信我随便放1-2句台词，您自己听听啊。男主的台词：不是你邀请我来喝你喜酒的吗？女主的台词：那我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蛮横无理。真的，这不就是没有感情的念词机器吗？反正这演技我是不敢恭维，我感觉与其让肖战演这剧，还真不如演梦中的那片海了。这玩意儿演的不像，至少比端王强吧。所以要我说，以后再拍这种类型的剧吧，你就和人家水月洞天学学，世界观也别整那么大，哪怕与宇峻出洋时学也行啊。故事简单粗暴，也不花里胡哨，这玩意儿剧情单薄点，总比你啥也说不明白的要好。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